你知道吗？千万不要带着3样东西睡觉，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睡觉看似简单，但是大部分人都会犯这几个错误，尤其是第3个，会导致你翻来覆去睡不安宁。点赞看完这个视频，你也能睡眠好，精神足。记得转发给你身边睡眠不好的朋友。第一，不要带着怒气睡觉，生气会伤心、肝、脾、肺和大脑，尤其是隔夜气伤身又短寿。人啊，睡前一定要想明白，世事无常，转眼就是尽头，剩下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能折腾的日子也不会再有很多。与其花时间去生气，不如聪明一点，开心地过好每一天。第二，不要带着遗憾入睡。人的一生总是在等，等下次，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但是等到最后没得选择，等来了遗憾。这一辈子太短暂了，经不起我们去等。不要总对自己说，睡醒了我再去做，谁又能知道睡醒之后是不是只留下遗憾呢？人一眨眼就老了，活好这一秒，别等下一秒。第三，不要带着烦恼入睡，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你不肯放下。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无论是繁华还是悲凉，看过的风景就不要太过留恋，毕竟你不向前，生活还要向前。如果你觉得我老头子说的有道理，就点个赞吧。充足的睡眠可以治愈我们的身心，良好的夜间休息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提高注意力。但由于生活节奏的变快，压力和焦虑的增加，有时候入睡并不容易。43%的美国人表示，压力导致他们每月至少有1晚会失眠。现代工作和社交媒体等不断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越来越少注意到自己的内心，甚至到了深夜，本该休息的心还在不断向外攀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科学心理学教授、人类睡眠科学中心的创始人兼主任马修·沃克博士表示，由于经常性睡眠缺乏，我们的注意力、情绪和记忆力都会受到影响。长期失眠还会导致体重增加和情绪问题。既然睡觉这么重要，你留意过你每天都是如何入睡，又是如何醒来的吗？你知道他们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吗？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那些高人们、修行人们每天都是怎么入睡，又是怎么醒过来的。可能这个小小的调整和改变，就会给你的未来生命状态带来巨大的改变。今天晚上你就可以试着去调整一下你的入睡方式，还有你第2天醒过来的方式。非常简单，谁都可以做到。你可能听起来觉得挺搞笑的，入睡和醒过来我还不会，还需要你教我吗？如果你看完我今天的分享，可能就会发现你这几十年来每天都在以各种各样错误的习惯去入睡以及醒来。这就是为什么你睡眠不好，情绪差，能量低，
专注力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先来看看大多数人每天都是怎么入睡和怎么醒过来的，你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首先咱们先说说入睡，就是从清醒到睡过去的这个过程。你是不是要么睡前习惯性的躺在床上玩很久的手机，或者在沙发上看很久的电视或者小说，直到困得不行了，然后就带着脑袋里那些刚才接收到的一大堆的信息和内容，直接关灯就睡。要么就是你关了灯躺在床上，开始习惯性的思绪飞舞，头脑里边开始暴走，脑袋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各种回忆过去，联想未来，然后你就这样在这个头脑的这个游荡里，情绪的跌宕起伏中消耗了好久，才好不容易的睡着。这就是典型的无意识的进入睡眠。你在从醒着到睡眠的这个重要的过渡的过程中，你其实是无意识的，没有觉知的，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你的头脑里边，在那些虚幻的念头里，这些念头支撑着你的身体内的情绪和欲望，而情绪和欲望又在加强着你的念头，它们在互相涌动，互相促进，互相加强，然后你每天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内在混乱不平静的状态中入睡。请问你的身体能好吗？你的生命状态能不受到影响吗？你的能量能高吗？我们要让自己每天都能有意识地进入到睡眠，也就是我们要让自己能够做到从清醒自然过渡到睡眠的这个过程中，你自己是有意识的，有觉知的。当然我指的是睡着之前，睡着之后你肯定就没有意识了。清醒和入睡的这个边界呢，就是我们将物质维度和非物质维度分割开的那条线。而一个真正的修行者呢，他会训练自己每天都能有意识地带着觉知去跨越这个边界，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实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讲了这么多，那具体要怎么做呢？非常简单，我当然不是说不让你睡前看电视，也不是不让你躺在床上玩手机或者想事情，你做这些都没有问题，这是我们正常的娱乐和身体的活动。但是你至少要在正式入睡前的5分钟停下一切不相关的活动，不管是你的头脑还是身体，你要让自己停止和外界的交互，让色受想行识都处在你的觉知的关照之下。第一件事，关灯，躺好，闭上眼。入睡意味着放下一切，身心进入深度休息。睡前我们可以在床上尝试身体扫描，缓解身体各部位的紧张感。首先注意身体和呼吸中的感觉，当注意力分散时，看看自己是否能及时觉察到这一点，并轻轻地把心拉回到身体和呼吸上。通过这个注意力的扫描呢，你会和你的身体完成剥离，随后你就能清楚地意识到，此时此刻你的肉身正躺在这里，准备要睡了。你并不是它，你并不是你的身体，而你是正在观察它的那个。这就是第一步，非常的简单。等你练习熟练了以后，你完全可以在1至3分钟之内就能轻松地快速完成一次非常投入、非常有效的身体扫描。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准备在正念状态中入睡了。具体就是把你观身体，扫描身体的这个注意力安放在你的下丹田。下丹田并不是我们身体的某一个点，它是我们整片的小腹的这个区域，它涵盖了好几个穴位。但是你只要记住你下丹田的一个锚点，就是你的肚脐，就这么简单。闭上嘴，鼻吸鼻呼，轻轻地让你的牙齿上下咬合，这样啊，你自然就会进入到一种舌底上颚的状态。然后吸气的时候，去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的感觉。注意重点是在吐气，你要把全部的注意力跟随着你的吐气都停留在你的肚脐上。当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在有意识地掌管着你注意力的焦点，把它轻轻地安放在你的下丹田上。此时你不会有任何的杂念，你的情绪也是平和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息思虑的过程。当你睡前把意识集中在你的下丹田，你会发现很快你的意识就会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然后你在睁开眼的时候，可能就是天亮了。这样的睡眠，它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入睡，它就是带着觉知入睡，也叫做正念入睡。是不是很简单？以上就是正念入睡的2个简单的步骤，你需要去练习一下。正念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想法，并能够放下这些焦虑，而不是被困在焦虑中，从而为入睡做好准备。那说完如何带着觉知有意识的入睡，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每天早上我们应该如何保持正念的醒过来呢？有人可能会说了，什么叫如何醒过来呢？不就是睁开眼，然后伸个懒腰从床上下来吗？其实我说的所谓的这个如何醒过来，就是你从睡眠到清醒，在你刚刚恢复意识之后，你先要做什么？是立刻睁开眼，回忆一下昨天晚上的梦，还是马上开始思考今天的计划？一大堆的事情涌入到脑子里，或者立刻就开始思考那些你未解决的问题，或者是你的那些烦恼发愁的事，还是马上拿起旁边的手机，打开社交账号，看看有没有留言和消息。都不是，你都不要着急睁开眼，你要用最初回归的那点意识，先去全然地感受一次你的呼吸，和睡前一样，首先还是要先把所有的感觉放在呼吸上，把第一口气吸满，感受你空气进入鼻子的过程，然后再感受空气从你嘴巴尽情地呼出去，鼻吸嘴呼。这第一口的浊气的吐出非常的重要。你昨天晚上不管做了什么梦，遗留了什么样的负面能量，也都会随着这一口气吐出来，同时你也会把你的感觉意识带回到身体。当你把这口气呼出以后，紧接着你要用全部的注意力去感受，你的嘴角开始慢慢的上扬，开始微笑，同时你自始至终你的眼睛都还没有睁开过，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只是全然的感受你的这个微笑。你的这个微笑没有任何的内容，这是你来自内在深处的微笑。这个微笑代表着你今天又重新获得了一次重生，这是一个高频能量的引导，去全然的感受你上扬的嘴角，还有你脸部的肌肉，沉浸在没有任何思考，
只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微笑里，保持10至20秒钟，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再慢慢的睁开眼，伸展一下起床，喝一杯温水，正念起床结束。这就是每天早晨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起床姿势。你学会了吗？如果你能坚持这样，每天有意识的正念入睡，第二天再有意识的正念起床，很快你就能看到自己的生命发生的神奇转化。睡觉是天下第一补，你知道怎么睡觉最补吗？俗话说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彻夜难睡，浑身疲惫。因此睡觉质量好坏与人体健康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怎么睡觉最补呢？老子讲一阴一阳谓之道，通俗来讲，睡觉是人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过程，是收藏、吸收能量的过程。白天工作、学习则是释放能量的过程，阴阳各半，缺一不可。01最佳睡觉时间。最佳睡觉时间应该是亥时21至23点，至寅时3至5点，也就是在晚上21点睡下，早晨5点起床。亥时三焦经旺，三焦通百脉，此时进入睡眠状态，百脉可休养生息，可使人一生身无大疾。100岁老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亥时睡，寅时起，可惜现代人很少能够做到，所以大街上脸色红润的人越来越少。女性若想长久保持睡颜姣好，就应早睡早起。另外，中医理论还认为，胆为中正之官，5脏6腑取决于胆，胆又为少阳，少阳不生，天下不明。如果晚上不能及时睡觉，或睡觉质量不好，第二天少阳之气没有升起，人就易困乏，没有精神。早睡早起占人体健康的70%，心态、饮食、及时调理各占10%，我们就可以知道早睡早起的重要性。我们白天是放电，晚上睡觉是充电。晚上只充了50%的电，白天还要释放100%，那50%哪来的？就是从五脏借。五脏在古书中为五藏，是藏的意思，藏的就是人体的精华。你总是借，一般人借15年，身体就垮了。除了晚上要保证良好的睡眠外，中午5时、11至13点也要安排半个小时午睡。02晚睡易伤胆，还会患抑郁症。由于人的细胞100天左右更新一次，故古代养生家讲，睡眠为养生之首，一夜不睡，百日难补。另外，经常夜里睡得过晚会伤胆气，严重者会患抑郁症。黄帝内经云：气以壮胆，11脏腑取决于胆，人体5脏6腑之气都取决于胆，取决于胆气的生发。如果胆气能够生发起来，身体就不会受到影响。23点至凌晨1点是子时，胆经最旺，人在睡眠中蓄养胆气，不睡觉就会消耗胆气，严重者出现抑郁症。
做事也会缺乏胆量。子时不睡，除造成胆汁新陈代谢不利外，还可造成贫血、供血不足、胆虚上不明目、血虚下不养筋，形成目倦神疲、腰膝酸软之症。肝胆在无形中为青色，子时不睡，面色易反青；丑时未睡，面色则易铁青。肺在无形中为白色，寅时莫睡，面色就易青灰。03起床时间要顺时，凌晨3点是一天的立春，6点是一天的春分。天地在3点醒了，人体的细胞在这个时空感应下也醒了，在每天3点到5点之间醒了，无需再睡，有时候反而越睡越累。天醒人不起床，也如同拔河，人是拔不过天地的。5点前还没有起床，6点春分人的神就出不来，使人精神不足。如果晚上睡得过晚，会耗杀阳气，早上起得过晚，会风杀阳气，这叫双杀。因此即使睡晚了，早5点前也要起，中午补个觉，防止双杀。04睡觉房间不宜过大，睡觉的房间不宜太大，主要是为聚集阳气。传统养生讲究睡觉时一定要关好门窗，夏天再热也不要开电扇和空调睡觉。睡觉要关窗，不能开风扇，不能开空调。人生病很多都与此有关，因为人在睡眠之中，气血流通缓慢，体温下降，人体会在表面形成一种阳气层，这种阳气层它使人叫鬼魅不侵。什么意思呢？阳气足的人不做噩梦，就是这种阳气占了上风。开空调、开风扇情况就不一样了。开窗户，窗户走的是风，风入的是金。如果开空调，也有风，风入筋，寒入骨。早上起来身上发黄，脸发黄，脖子后面那条筋发硬，骨节酸痛，甚至有人就开始发烧。这就是风和寒侵入到了筋和骨头里的缘故，这也就是气受伤了。如果夏天太热，可关卧室门开空调，把房间吹凉，人冲完澡迅速睡觉，凉爽空气可保持1个多小时，人已经睡着了。如果中间热醒，可再按这个办法做一次。05如何才能少睡不困？为什么睡眠不能过多？因为当我们需要睡眠的时候，也就是休息状态，也就是你从睡到醒这一段时间是你的需要量。当我们醒来的时候，你这个需要量已经满足了，他已经休息过了。再睡，那就是做梦，胡思乱想，天南海北，又飞又跑的。在醒了的时间，他就特别的疲劳，因为这个脑子的运动已经开始活跃了，不再休息，甚至有时候比白天还累。所以说，你睡一觉就起来，睡醒就起来。实际上我们睡4个小时就足够用了，为什么还困？是我们的习性在困，并不是我们身体需要。多睡则多梦，疲劳害处很大。多睡还有个害处，
对身体不好，压迫肾脏，对五脏六腑都有个压迫现象，会导致身体各方面松弛和僵化，肌肉松弛，关节僵化，这都是害处。你要不信，你就试一下，你要躺个5个月、6个月的不怎么动弹，最后原先你没躺之前，你走个10里20里、几十里的都没问题。当你躺半年以后，你连3里5里都走不了。因为什么呢？就是肌肉松弛，没有力量，关节僵化，不能运动，迈不开了。另外呼气也软弱，心情更不好。你真正少睡，他反而不困；多睡没有智慧，脑袋昏神。有的人可能担心，我睡少了，脑子糊涂，有时候记不住东西。是，这面记不住东西，但你少睡和努力以后，他有智慧，智慧慢慢从心里就生出来了。本来你想把一个事情做好，你睡得挺多，你不见得把事情做得很好。如果你能够减少睡眠，有时候你想达到的目标没有费劲就成熟。睡眠法因人而异，下面介绍3种做法。1. 睡觉前简单的压腿，然后在床上自然盘坐，自然呼吸，感觉全身毛孔随呼吸一张一合。若能流泪打哈欠，效果最佳。到了想睡觉时倒下便睡。2. 仰卧，自然呼吸，感觉呼吸像春风，先融化大脚趾，然后是其他脚趾，接着脚、小腿、大腿逐渐融化，如还未醒着，再从头做。3. 入睡快的人可右侧卧，右手掌托右耳，右掌心为火，耳为水，二者形成水火极济，在人体中形成心肾相交，久之养心滋肾。睡眠一定要早起，即使在冬天，也不可超过6点起床。春夏秋季尽量在5点之前起床，因为人在寅时3点至5点肺经旺的时候起床，能够使肺气得以舒展，以顺应阳气的舒长，来完成新陈代谢，速降浊气，使肺气清，这样有助于养肺和顺应太阳的天使，升起人体阳气，使人一天阳气充足。否则就好像发动机，过了这段好时机就很难发动人体阳气。人体阳气淤积在人体下部，不能由命门向上发动升起，会形成淫气，严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早晨5点至7点是人体大肠经最旺的时候，人体需要把代谢的浊物排出体外，此时如果不起床，大肠得不到充分活动，无法很好地完成排浊功能，使浊物停留而形成毒素，危害人体血液和脏腑百骸。早晨7点到9点人体胃经最旺，9点到11点人体脾经最旺，这时人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最好。如果这时还不起床，人体胃酸会严重腐蚀胃黏膜，人体在最佳吸收营养时间得不到营养，长期以来会患脾胃疾病，造成营养不良，中气塌陷。
所以千万不要赖床，赖床会造成头昏、疲惫不堪、睡眠不足的感觉，而应按时起床。另外，早起能增加工作效益。俗话说，3天早起1天功。现代医学证明，早睡早起的人精神压力较小，不易患精神类疾病。早晨不要太早出去锻炼，因为早晨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地下道的瘴气、浊气正往上走，尤其是城市，这些气对人体损伤是很严重的。养生3大事：1睡眠，2便利，3饮食，其余起居、服装等皆是辅助。30中睡眠第一，然胃纳不和者，夜眠不安，故以通便利为第2，而饮食无节，饥饱过度者，肠胃必受伤，而营养日减。睡以安神为主，神以心安为主，应配合年龄，壮年至多7小时至8小时，多睡则致昏头晕眼红胀，四肢疲软。童年必睡足8小时，或过9小时勿碍，老或病人至多6小时已足。我们都知道睡眠很重要，甚至比进食更重要。很多人都可以长时间不吃东西，10天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如果是不睡觉，一个人很快就会垮掉。如果我们的身体真的像营养学所揭示的那样，仅仅需要哪些营养物质，那么睡眠对我们意义是什么呢？世界上有很多神秘的宗教都追求一种入定状态，它介于清醒和睡梦之间，这时人的体温会下降，脉搏会减缓，绝大多数身体器官处于停止工作。据说这时候人能够打开特殊的智慧通道，更容易开悟。睡觉时松果体分泌褪黑素，让人进入一种身体静止的状态，可潜意识仍在工作。这些潜意识的运作能量来自哪里？既然人除了喝水、进食、运动之外还需要睡眠，是不是它为我们补充了更重要的物质？接下来我们逐一为您揭开睡眠带给生命的神秘能量。秘密1：如果把吃饭比作加油，喝水比作加水，对于一台汽车来说，不仅需要这些，还需要适时进行修理更换老化磨损的零件。事实上，睡眠不只是让身体停下来休息，还有修复的功能。秘密2：很多动物在进入冬眠之后，不吃不喝依然可以保持健康。除了消耗身体储存的脂肪之外，它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从宇宙获得了一种看不见的神秘能量。呼吸，除了吸收空气中的氧气之外，还有没其他未知的东西，这就是真气。秘密3：历史上很多僧人都可以打坐很久不吃不喝，传说达摩面壁9年，陈抟老祖可以一睡就是几个月。那么他们依靠什么维持身体的生机呢？其实也是宇宙真气。世界上还流传着一种所谓的食气族和食光者，他们依靠的也是类似的东西，保持了身体的活性和生命的活力。如果这些传闻都是真实的，人也一定也是从睡眠中获得了某种神奇的物质。
来滋养我们生命能量。秘密4：梦对于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仅仅只是胡思乱想和意识残留吗？西方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梦剥夺实验，就是强迫人不做梦，直接进入深度睡眠，然后强制唤醒。结果实验个体都出现了身心的严重紊乱，这说明梦是人身心平衡的一个软件程序。通过这种机制，人可以自动调节在白天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损伤和偏差。秘密5：普通人既不能不睡，也不能睡得太多。可见睡眠也是像营养物质一样，是通过特殊的通道传输，而身体对它也有一定的容量，超出或者缺少都会导致身心的失衡。那它的吸收宇宙能量的器官和通道在哪里？其实就是我们的松果体。秘密6：人在被专业的催眠师催眠之后，能够进入一个特殊的原场阿卡西记录，哪里记载着有关前世的所有记忆。通过特殊的方式，这些数据就可以被允许下载。其实睡眠的状态就是神识离开身体实现的灵魂旅程，而梦境就是来自高维空间或者平行空间的不同画面而已。秘密7：梦境是另一个平行世界，而做梦的内容可能是平行世界中另一个你的记忆，而另一个你的梦境说不定就是这个世界中你的记忆，所以做梦才会有那么真实的感觉，甚至让人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宇宙中的生命数量不计其数，但是每一种都有细微的区别，所以人类总认为自己是绝对独特的存在。除却克隆以外，活生生的人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对于以前，我们都说世界上的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不会有重复的个体和你同时存在。人人都希望自己这一辈子能拥有好的运气，远离灾祸和意外，即使不求大富大贵，也能过得平顺安康。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有的人会借助风水、吉祥物的力量来调运，有的人会通过布施、放生、忏悔等为自己消灾解惑、积累福报，有的人会通过儒释道的修行来为自己积攒福慧资粮。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改运秘密，那就是通过睡觉来改善自己的运气。气闲神定可以得到护法神的保护。如果我们细心留意一下身边那些有所成就的人，就会发现他们的举止往往沉稳内敛，说话不急不缓，处境不变，举止从容，心态平静而淡然，给人一种气闲神定的感觉。相反，那些生活困顿、运气波折起伏、挫折很多的人，大都急躁、气短、易怒，而且表情狭促、紧张。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当某人出意外或灾祸临身时，都会提前表现出一种反常的状态，要么心慌不定、烦躁不安，要么内心焦虑、举止失措。其实正是这种慌乱烦躁的情绪，把这个人引向了灾难。一个人要想远离灾祸、意外，生活平顺，获得好运，
一定要随时让自己处在一种很安静、很祥和的状态下。当人处在一种从容不迫、气闲神定的状态时，就会有护法神来保护。因为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不会产生过强的欲望，不会被贪、嗔、痴、慢、疑五毒所侵扰。在护法神的护佑下，各种的邪魔就干扰或影响不到我们了。反过来说，当人总是处在不安定与慌乱烦躁的情绪下时，各种的邪魔就会来诱导你，很多失去理智或者恍恍惚惚的做事，轻则伤财，重则伤身。睡觉状态会影响运气，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长期处于众神欢喜、诸魔不侵的状态呢？除了白天的修行以外，也不要放弃晚上睡觉后的绝佳改运机会。人一天要睡8小时，人生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利于睡眠来改运，也即通过长期的训练，让你在睡着以后也保持一种气闲神定的状态，而且简单易行。想想看，如果放弃了睡觉时的修行，那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首先，睡时要保持全身放松。放松的第一步是活肩，让整个肩都松活沉下来，不要耸肩。第二步是松背，让背部也保持放松的状态。第三步是把心放空。做到这3步，人才能让全身处在一个空灵的状态下。实践上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发现睡眠时你就不会总翻身，而且入睡快，睡眠质量也大步提高。第二天醒来时，你会变得神采奕奕，一天都很容易表现出那种气闲神定的状态。其次是要吉祥卧。什么是吉祥卧呢？吉祥卧就是身体向右面侧卧，两腿合拢，微微弯曲，左手轻放在左大腿外侧上。现代医学也证明，吉祥卧对身体大有好处，不但可以减轻心脏负担，有利于排血，而且还有利于胃肠道内容物的顺利运行，促进消化吸收等等。其他诸如趴着睡、蜷着睡、枕壁而睡、全身侧卧而睡等等，睡姿都不利于身体的健康。最后，面部要放松。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在睡觉时面部容易处于紧张状态。大家可以对着镜子试下这3种方法。当你把嘴唇紧紧闭着时，你的面部肌肉绷得很紧，而且面无表情。当你把嘴唇张开时，面部肌肉也很紧。只有当你的嘴唇似闭非闭时，此时的面部肌肉才是最放松的，而且还会呈现出一种祥和与喜悦。此时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心情也很平静安详。因此在睡觉时要让面部放松的诀窍就是不能让嘴唇紧紧地闭着，要处在似闭非闭的状态，这样人的面部肌肉才会彻底放松。一个人如果能够长期按照以上的3点去入睡，那么慢慢的当人醒来的时候，就会容易保持一种从容不迫、不急不躁的心境，运气自然而然也会变得越好。有缘人
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正念入睡，正念醒来，愿您入睡，梦里有山水，愿你醒来，满目皆春。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